清澈有效，如何不做噩梦？小米果大人看了《露西》这一部电影，今天来讲露西常去的咖啡厅有办神秘学聚会，我来了一些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在讲之后，我有感应，我很少对人类有感应，大脑深处在鸡皮疙瘩，不是皮肤上哦，是大脑深处，就是一阵一阵麻。爬上整个人，大家就有聊到说，露西这部电影，它最后是全知全能的状态，然后大家都在讨论想不想要变成那样的人。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露西》，我非常喜欢，因为它很像我的梦。且听我娓娓道来。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话是：无知才会带来混乱，知识不会。因为大家会讨论露西，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神秘学的终点是什么。在场大部分人都是不想要知道所有事情，他们怕变成露西电影里面一样没有人性，毫无趣味，所以不会想要知道所有事情。我倒很想知道我有一次甚至直接在梦里面问一个看起来成绩很高的人，如果我想要知道一切的真相，我要问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梦里，我醒来才知道，但在梦里我却很自然问我要在梦界找谁。梦里那我好像知道我在梦里面但是旁观者玲玲，人类玲玲好像不知道，醒来才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很有趣吗？那时候问了一个感觉灵魂很高阶的人，我知道他很高阶，他有回答我，但是被消音了，感觉就是不是时候，你还没办法听。好，那我接下来讲《露西》这部电影哪些东西跟我梦里面很像。大家还记得他到医院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上面一些标示繁体中文嘛，因为是在台湾拍的，他竟然能自动转换成他自己的语言，他就突然看得懂那些异国文字。我在梦里面也是这样，就很像露西电影演那样，就是这样。第二个就是露西能变化成不同种族跟物品。我很喜欢电影有一幕，就是他眼睛变成各种生物的眼睛的样子，爬虫类、羊等等，就是在暗示他可以变成各种生物。第一次看到我作品很像我的梦，梦中的我可能是任何形态，不是这个样子，可能是死神、天使、树、石头、虫子、老鼠，任何可能。我自然而然觉得我就是那样。如果问你意识是什么，我称那样的我为玲玲的意识体。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大声在梦里面喊出我的自我认同。那一次我喊的是我是原子，很自然，你是原子，我是原子，大家都是原子组成，万物都是原子组成，我即原子，原子即万物。回到露西这部电影，挥挥手就能打败敌人。有在玩清明梦的朋友应该知道，清明梦第一步是你要认知到你自己在梦里，但我通常不知道，我却能做出清明梦不一定都能做到的事情，很自然而然施展一些超能力，就好像我本来就知道一样。福利莲里面那个绿头发的角色尤贝尔，他的能力不是剪断任何东西，只要想象能剪断，比如头发，能想象的东西就能成真。我在梦里状态下来就是这样，只是最近有点特别，就是开始会出现我可以请教的角色。前一阵子我梦到我在超能力机构工作，就有同事来，或是我直接飞到那个教室里面，有那种很厉害的大师开始会教导的东西。我先说梦里的我跟现在这个人类版本我很不一样一点是，梦里的我觉得他知道的东西比人类的我还知道多很多，他能很自然讲出醒来的我天会吓一跳的东西啊，原来是这样。如果梦境是你脑中产生的东西，你的意识也是你脑中产生的东西，那理论上在你自己的梦境里无敌，只要能想象得到都做得到，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还有作为时空高速流动这件事有体验过，还有突然出现在宇宙中央这个我就要讲。我之前有一次冥想也是发生一样事情，我看到了3样东西。第一样是看到一个绿色头发的美少年，他的头发呢飘在空气中，这样飘，非常的美，然后有点侧脸的感觉，然后是闭着眼睛，感觉在休息。他整个人都在发绿光，头发上停着一只蝴蝶，蝴蝶是彩色的，感觉他是跟数据有关的角色，因为要说是人吗？是有人的形状。第二个看到的画面出现一个卡通感天然色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头发像火焰一样耸立，火焰不就会这样飘吗？这样他的头发跟脸是一体，都是蓝色，就是他是一个蓝色的小火焰，戴着大大的墨镜，非常可爱，很酷的笑。第3幕冥想看到的画面是我意识突然出现在宇宙中，这样解释就有点像一张眼我人在宇宙，我快被吓死。因为我在冥想时会忘记自己在冥想，直接一个吓到
直接吓到回到地球。你们就想象你眼睛一张，你发现人在宇宙中间。我是看不到自己身体，我就是看到宇宙的样子，然后很多亮亮的星球，很亮很亮，感觉很闪耀。我就吓醒了嘛，我就想说，为什么第二幕那个天然火焰小男孩他戴着墨镜？因为宇宙很闪嘛，所以他戴着墨镜。为什么不给我一副闪瞎我的钛合金狗眼？我也要墨镜啊，不然会被闪瞎。他没有给我墨镜，然后让我直接出现在宇宙中间，完全没有过渡哦。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就这样出现，完全没有一个进入宇宙的过程，直接一睁眼就在宇宙中间，然后被亮瞎，直接传送回地球，因为我吓死了，直接感觉灵魂咚回到这个人类身体里面。所以出现宇宙这点，人感觉在宇宙中间这点也跟露西很像，超奇妙的哦。还有露西不是有一个荧幕高潮，新人类露西、大脑开发露西跟人类第一个露西他们面对面的过程，这点也跟我梦里很像。我有一次梦到我潜入古文明的遗迹中游泳，那个遗迹有点像被水淹的样子。我不知道那遗迹本来就建在水里，还是因为后面地形变动被水淹。总之那个遗迹的样子是一些很古老柱子、冰凉的湖，我也不知道，冰凉的水，然后一些藤蔓。因为我历史不好，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有点像玛雅有玩世纪帝国的感觉，阿兹特克玛雅那种感觉，不是这个平行宇宙的东西也说不定。总之那边感觉就是一个古文明的遗迹，非常的美丽。我就穿了一件度假洋装，潜入冰凉的湖里面游泳。这时候呢，看到那里的原住民没有穿上衣，他们就很困惑地看着我，想说你是谁在那边游泳？不像露西很浪漫，他们看到彼此的时候很感动的一幕。但我在那个梦里面，就是我没有要管那些原住民，我没有要管那些遗迹，我在那边游泳，自顾自的游。然后他们很困惑看着我，完全不管。看到古老的人类，这点也很像。你们说它是怪物吗？我觉得不是，它可以存在在任何东西，它并不是变成怪物，它是变成万物，存在于意识与资讯流当中，以人眼看不见的方式活着。这让我想到我有一个梦，我在梦中被邀请玩一种牌，牌面有点像库洛牌，但是是人间没有的牌，长得像库洛牌而已。每个人都会有一张自己主要的人生卡牌，人生卡牌很大张，大概这么大张哦，方形的，每个人会有不一样，他独一无二的人生卡牌啊。教我玩这个卡牌人，他的人生卡牌是结婚，然后就他跟他妻子跟一些婚纱照，全家福这种感觉，有点像动画播放回忆这样，他有演出来。后来我想想，既然是人生卡牌，那我可以决定我人生卡牌是什么。大家会觉得自己人生卡牌是什么？有点像是目标的感觉，或是你存在的意义或价值。后来决定了我的人生卡牌是，因为有点像库洛牌嘛，所以要有库洛牌的感觉。我决定了我的人生卡牌是万象，就很像露西的电影里面的露西，它可以变成任何东西。我觉得梦境跟现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存档机制啊，有点像玩游戏，不是什么1周目、2周目不断重新开局，但是每次开局的东西会增加。比如1周目哪些成就已经达到，有些会继承到2周目。对，梦里很像继承系统，所以我的梦有点像1周目、2周目、3周目、4周目，人类世界有点像存档读档存档读档，不同的机制。但是我在梦境世界开局不会每次都是人类，常常以不同的身份开局。既然我是原子，那我就可以变成万象，即使是有点可怕的梦，醒来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可以教大家一个不做噩梦的方法。如果大家的梦压力梦、焦虑梦，上学迟到啊、牙齿掉啊、梦到鬼啊，对未知的恐惧，因为超自然嘛，会被追杀。我以前是跟大家一样做焦虑梦，是后来随着成长越来越就越来越不能说疯魔，就越来越超现实。但是我从小就会飞跟穿越墙壁，随着成长会超能力越来越多。这是我小时候自己想到的一招，亲测有效。如何不做噩梦？把所有做过的噩梦都想过一遍。我后来去查心理学，我觉得有点像暴露疗法。你害怕厌恶一个东西，然后你去逐步去接触它，去看它，去感受它，然后慢慢的让你不要那么害怕跟抗拒。所以我自己给自己的疗法是
我害怕做噩梦，我干脆直视我的噩梦本身的内容全部再想一遍，然后当晚就不会做噩梦。这个方法100%有效，对我来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效，可以试试看。我会写日记，里面有我的梦。我想大家可以先试试看，如果发现更危险的话就不要做，因为每个人状态不一样。我要讲结尾吗？祝好梦。砰砰，小咪给我发射，有按赞的人今晚都有好梦。我怀疑日燕这个品系是爆丸手工里面皮肤最嫩 QQ 哦，我超爱它亲它尾巴的，超嫩嫩，还有椰子香气，超嫩 QQ， 那一颗头这样好可爱。没亲到，你要爬近一点啊！能想象做到自己新人类露西，我做到自己。